我们看到呢，现在全球是不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哦，很多的灾难都出来了。在我们的南部云嘉南地区，现在有洪水泛滥。北京，中国大陆的北京哦，一样哦，连日的暴雨至少造成34个人丧生，8万人撤离北京哦。这场洪水非常严重哦。我们看到，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到周一的午夜哦，昨天午夜，北京已经有30个人因为暴雨丧生。北京市北部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雨量已经达到543.4毫米哦。所以你看到呢，各地都传出了灾情，包括河北省滦平县有一处村庄哈，因为暴雨啊，有山崩，有4个人现在罹难，还有8个人失联。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全球性的这个洪水哦，这个暴雨。那北京全市累计已经转移了80332人哦，然后把他们给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北京的暴雨到底有多可怕？哦，我们刚刚讲那个543毫米，你可能还没有概念，它等于是在4天之内下了1年的雨量啊，所以你知道很可怕，4天，所以远超城市排水系统设计的标准，你根本来不及排出去。我们看到，包括密云，它是在北京的这个郊区，这个水库水位已经达到了1959年以来最高点，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危险。那另外呢，全市北京市全市暴雨红色警报，暴雨引发山洪，多辆汽车被冲走。你上网看到非常多的影片看起来也是触目心惊。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市郊铁路现在呢，就讲的是北京这边全部都停运了。停驶包括你看到的，如果说你熟悉中国大陆的这个交通的话，像是北京市郊的铁路 S2 啊、怀柔、命余线这些都停驶了。那另外很多灾民嗷嗷待哺，所以因为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很发达，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地方就用无人机向灾区空投一些物资，包括您看到画面上他们空投矿泉水、空投面包。空投这个火腿肠就是可以即时吃的东西。那另外呢，因为这个无人机可以载30公斤的救援物资，那也可以透过各种的视讯载重观察受灾民众身体状况，因为有些地方他人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可以透过无人机，它有视讯也许医师可以来问他说：“你现在身体哪里不 OK？ 我把一些药品投下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很多村民他也自救包括像这位大哥，他就用这个像是一个铲车就是有一个像是推土机这样子的一个车协助消防人员救出受困的群众，就是把这些群众放在这个车斗上面，然后把他给救出来。据说就这样子救出80多人。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包括像这样子的画面，铲车还有像是直升机来回多次帮助灾民来撤离因为有些人是躲在屋顶上待援，就用这个直升机。那现在习近平说要砸8亿来修复救灾他已经下令了。我们看到包括官方这个北京的官方也这个严阵以待就说全市的景区都关闭，市民如果你没有必要都不能外出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包括中国大陆还发出8亿只这个所谓的恢复的手机出手，发8亿只持应急恢复像是这个应急的一些钱，这个是8亿支持应急恢复。来，请教老师。我们真的是恳切的希望美国川普能够正视全世界的气候异常现象。因为真的是现在都是一个极端气候时代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2-3个礼拜前，7月7号的时候，德州中部不是有发生大水？对，很多女童子军被冲走。对，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悲剧发生，对，死了132人。就是强降雨，很短的时间内下了1年的量，结果造成了整个镇都被淹没了。然后造成了这个在河边扎营的女童军他们的夏令营都被冲走，死了好多人，132人，短短的时间内，这是什么？这个过去都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事。那现在在北京也是一样，你看几天内下了500多公里的毫米的一个水，那也造成了已经有至少几个人的死亡了。
那北京市有2000多万人口啊，是一个很大城市。我们台湾也不过就是2300万人，而北京市就有2180万人住。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人口密度很高，但是呢，一下子降这么大的雨，灾难就发生。那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美国他们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的救援速度跟大陆发生灾难的时候的救援速度确实是不太相同。大陆的救援速度其实速度还是快的啊，你会看到无人机在这一次的救援中，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它不但对于物资的空投，其实现在的无人机已经可以把人从这个河道里面直接拉上来了。无人机现在无人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啊。那也就是说，无人机都可以用在救灾这上面，它不再只是空投物资，它甚至可以把人带上来。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台湾也应该要注意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世界的这种这个极端异常的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了。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们要从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各地所发生的这种灾难，他们是怎么处理，然后他们用了什么样的工具，然后能够更有力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去做预备。因为你想想看，现在的无人机的载重量已经这么大，台湾的无人机还是算比较小，其实也应该要思考，就是说要有更大型的无人机，因为它要把人从河道拉走，然后要把物资要空投进去。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是气候已经是到很异常的情况了，这么异常的一个气候，真的是大家回到巴黎公约，也就是说好不容易法国很成功的举办的一个巴黎的这个气候协议，结果现在美国到现在目前不愿意加入。对啊，那现在反而是变成是大陆跟欧洲在合作，因为这一次欧盟冯德莱恩等他们到这个北京去纪念建交50周年的时候，唯一达成的合作项目就是气候的一个合作协议。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真的是需要美国不加入的话，没办法做。对，大家应该要团结起来，全球的人都要团结起来，才能面对天灾。不要忘了，美国你才3个礼拜前，你的大洪水，德州从来没有下这么大的洪水，不承认气候极端异常了，敬畏天地吧。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看到不只是我们的南台湾有暴雨的灾情，在北京中国大陆的北京一样很严重啊。来，请教委员。现在这个气候变迁，大家除了川普以外，全世界都相信，我们的地球真的是生病了，而且是人为了，烧了太多的煤，烧了太多的天然气所以这个是值得民进党政府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国军像这种灾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地方政府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你没有动用这个军队，你是很难处理的。美国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那个风灾了德州这次不算，就 Katrina， 对，2005年8月25号发生的。你知道当时美国这个下令动用这个82空降师，他在北卡7个小时之后，他已经到达纽奥良的机场，纽奥良这个机场，你知道这中间多少公里吗？1400公里。所以人家是有这样的效果，即使这样小布希总统被 K 了一塌糊涂，被骂的半死。所以你低估灾情。好，那我就要讲低估灾情这个事。我们来讲，这是台南为什么前阵子赖总统也去了，然后其他一些县长们去，然后灾民们的反应不是太好的原因，因为他们说不能动用军队嘛，军队是要打仗的嘛，军队不是来救灾的，这是不对的啦。我刚刚讲2005年，美国的82空降师就已经去救灾，到1400公里之外地方去救灾了嘛。全世界这么大的天然灾害，一定要动用军队，否则没有办法。那一次我是觉得，包括这个总统大概都有点低估了灾情啦。如果你让无人机飞下灾区，看得很清楚，台南这一带的灾区，或者是你用直升机，你知道这样飞一遍，
你就知道不动用军队是不对的，是不好好的帮助这些灾民是不对的。所以我是觉得灾害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呢，尽量少烧一些煤，少烧一些天然气，是有助于地球的生态的稳定的啦。但最重要一件事，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它，但是我们可以用第一个时间点去分析灾情。那你就要动用无人机，对，你需要动用直升机，所以不要忙着跟百姓吵架。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去跟他吵架，你就在他伤口上撒盐巴。对，他的痛苦，这次要想清楚，民进党为什么败得这么惨，跟南部的灾情，特别台南灾情是很有关系的。最支持民进党的地方受伤最重，政府给予他们的冷漠是最严重的。对，真的是希望我们的政府可以汲取教训。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面对天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来，请教将军。我认为现在的救灾的形态由平面救灾进入立体救灾，所以无人机一定将来是广泛运用。而且无人机去救灾它有3个优势。第一个，它看得快。因为救灾的时候抢时间抢险，无人机一起来的时候看得好清楚一览无遗，没有什么遮掩嘛，一看哪个地方有人，哪个地方有危险，无人机马上就会看到，所以它看得快，这是它的优势。第二个，无人机它是我们知道就是抢得快，救得快，为什么？因为抢险抢灾靠时间那个一过去就不得了啦，它无人机马上过去。因为它没有受地形障碍的影响，车子会有地形障碍，过不过去，那么深过不去，无人机就过去了。无人机过去之后就可以直接救啊。那大型无人机可以救人那小型那个不行的话，还是丢那个救生圈都没有问题。它车辆跨不过去，无人机跨得过去，在空中嘛。第3个，我认为那个无人机它这个现在它安全。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总统本来要出访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紧急喊卡了。一开始是在7月14号，这是联合报系的独家报道，说赖总统在8月初会出访中南美的友邦，然后过境2个地方，纽约跟达拉斯。可是呢，隔天7月15号，我们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就独家说，这个出访南美的计划可能生变它里头透露说，这个时间点刚好美中要准备举行川习会。美国不愿意激怒北京，破坏外交气氛，所以可能会被搁置那7月27号，也就是2天前，我们看到呢，民视新闻的报道是说赖清德过境纽约因为罢免的这个结果出来了嘛，大失败嘛民视就说可能如果过境纽约的话，美国会去关心这件大罢免失利的事情。总统府还出来说这是不实报道。到了隔天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彭博社 Bloomberg 就说，因为担心干扰美中关税谈判还有川习会，所以川普政府在犹豫，美国在犹豫是不是要让赖清德过境纽约，过境达拉斯像是这样子的传言，一直到我们看到昨天的下午，总统府也说终于在傍晚的时候证实说，因为风灾还有美国关税还没有抵定，所以暂时没有海外的访问安排。他的理由是这样讲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赖总统不出访了。那原因是什么？总统府告诉我们是因为风灾还有关税没有抵定。可是今天早上《金融时报》就说了说这个因为美国决定不让我们过境纽约，所以赖总统知道美方这样子的决定，他就取消这个行程，本来要去中南美嘛。我们看到呢，最后因为这个消息很多，来源非常多，最后我觉得裴洛西讲的应该没有错吧？前议长他讲的应该没有错吧？因为裴洛西发声了，他说话了，他在脸书发文说，你川普很过分你阻止一位民选出来的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是习近平对美国价值、安全与经济的又一次胜利，让人忧心美方对台政策可能出现风险转变。我们应该要相信裴洛西吧？照理说。所以意思就是川普阻止，川普喊停的嘛，不是什么风灾也不是关税应该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消息来源。那现在外交部怎么说？他就说没有美方没有不同意。
好，那我已经爬书了给大家听了哦，大家应该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了哦。所以我们归根究底来看好了啦。哦，裴洛西已经讲了嘛，你外交部有否认，那是我们的外交部，包括赖总统是打脸裴洛西吗？裴洛西的消息是错的吗？哦，如果说美国对我们这么坏，中国大陆这么坏，我们应该要严正抗议啊！照抗中保台的基调，你应该抗议啊！你美国、中国两大强权挤压我们，应该要抗议才对哦。我是支持这样。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我们台湾的关税到底是多少？很多人都在关注啊。我们谈了这么久，都还没有抵定。川普是说，还没有达成协议的国家会课15%到20%哦，他是这样讲啦。可是我们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的关税最后不是15%吗？可是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mega哦，包括投资金额，后来不是5000亿美元吗？后来现在回去看，被改了2次。还有美国车、美国米全面开放到日本这件事情哦，也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所以我们的中经院长就说，台湾恐怕也得比照办理哦。所以我们到底要投资美国几千亿？不知道哦。我们要开放什么进来？不知道。那日本的媒体就说了哦，美国的财长放话，每3个月检查进度，不是这样就抵定了。如果你川普总统不满意，关税要回到25%，什么嘛？那前面谈判都不算了，是不是？我真的是搞不懂美国人。好，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川普可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中国哦，看起来是啦哦。那像稀土啊、关税啊这些，你台湾什么都不用吵了啦。川习峰会前，中美悄悄的在瑞典谈5个小时。他们这一次的会议重点聚焦在降低双方3位数的报复性关税，还有重启稀土矿的出口，还有放宽对包括辉达在内的关键科技商品的流畅限制哦。这2大强权已经在谈了哦。那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哦，这个他说不期待出现重大的突破，可是目前的目标确保是已经达成协议的执行成效哦。你就知道美国最在意什么了哦，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些东西。那另外川普自己讲过很多次，他最想看到什么？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啊，要跟越南一样全部开放哦，让我们的产品进去。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中美经贸谈判之际，美国企业高层访陆释出对话意愿，这是根据于南华早报的披露哦。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已经会见了波音全球集团的总裁尼尔森显现美国经贸代表团部分成员已经抵达美国。我们不是讲了吗？川习会如果川普他去北京的话，会带一大堆企业家去。可是现在这个消息来源显示，已经有一些人还等不到川普跑去中国，就已经悄悄的先抵达北京，已经在谈了。来请教委员。这样讲对川普来讲，有2件事是非常重要，而这2件事都这个涉及到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先讲纯粹贸易来讲，就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贸易，不是只有说盈余的问题、顺差的问题、逆差的问题，就你刚刚讲的稀土，可能未来还涉及到譬如说药品的一些的原料的问题。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一块搞定。对他来讲，有几个国家最重要，这个所谓的贸易谈判，日本、那欧盟、印度中国大陆这里面如果勉强要剔掉一个印度，是可以把它剔掉。他日本他搞定了，欧盟搞定了，就剩下一个中国大陆。这没有搞定了，这个事情等于是没有做完了尤其稀土那么重要，那稀土这个事没有解决，美国战斗机都不要造了，他连很多军舰也在使用这个东西。还不要讲它的，包括这个 cell phone 这个手机也是一样。对，这个还倒也罢。现在最重要其实是慢慢有一件事浮上来，就乌克兰战争。因为你川普吹牛吹太大了嘛，你竞选的时候你说只要我选上总统，24小时之内马上这个就雨过天晴，乌克兰战争就结束了。那请问他现在已经上台多久了？很久了，对不对？你1月上台到现在，对，已经要进入8月份了。半年，那你怎么办？所以他上一次讲说，他忍不住，他50天，给你俄国50天时间来解决这个，否则我就要对你加强这个制裁，经贸的制裁。那这2天他见了这个英国首相，他就改了，说2个礼拜之内你就要停火，否则我就要对付你了。那你要对付他，就很重要一件事，俄国为什么这个底气打仗打了这么久？
因为它经济有受挫，但基本上来讲没有很大的问题。原因在哪里？因为它最大的出口是石油跟天然气嘛，对，有2个大国在买嘛，一个是中国大陆，一个就是印度嘛，对，所以你现在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你就要让俄国打不下去这个仗，你要让他打不下去，你就要让他知道说不会再有人买你的石油，买你的天然气，你未来你的弹药都生产不出来了。请问这件事要不要中国大陆合作？要啊。你赖清德很重要，会重要到比他现在要处理乌克兰战争还更重要吗？绝对不会了嘛！而且川普认为他一直想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本来讲好说8月要去，对。然后你刚刚也讲了，企业家都被点名说哪些人要去了哦。那现在听说要延到，比如8月底，也可能到10月。但不管怎么样，对川普来讲，我去一趟中国大陆，才能够彰显我作为美国总统很重要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成就嘛。那你中国大陆越不给他去，他越去不了，对他来讲这就是没有面子的事。我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嘛，我要去中国大陆，而且我公开讲了，现在我不管想不想去，我就必须要去，要不然他等于自己打自己一个耳光嘛。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说实话，我们跟美国赖清德要到这个过境纽约，纽约又是一个敏感的地方，除了华府以外，最敏感的就是纽约，对，他更不可能让你去了。你如果说你只要过境这个夏威夷或过境关岛，这个他都没有问题。非美国本土，你要过境纽约，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中国大陆会抗议，然后呢，你的贸易这个谈判也谈不成了，然后呢，你要制裁这个俄国，中国大陆也不配合了，那他就没有办法做事情了嘛。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因为这样去责备民进党政府。但是我希望他们从这里学习。你们一直认为美国人对台湾最好，好像予取予求，你要什么美国都会给你。你现在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比你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很多。是没错。赖老师，赖清德要过境美国到巴拉圭去访问，这是他刻意操作出来的，因为他是先透过这个联合报的一个子系统在美国的世界日报先丢出来。接着就由自由时报、由三立等他们去报道有关于巴拉圭总统的一个直接的宣布，所以这是赖清德很刻意的去操作的。那刚好，其实他刻意这样做，就是因为川普想去大陆访问，然后中美的商贸谈判马上要进行，可能对于赖清德来讲，他觉得他是棋手，他这招很厉害，他可以挑拨中美之间的关系。那我记得我在7月17号我做了一个视频，我就说你的风险很高，台湾付出的代价也很高。那现在他被打脸了，虽然他要粉饰太平的说，因为关税的问题，因为台风的问题，所以他不去了。但是裴洛西不赏脸也就是不帮他圆，裴洛西就直接骂川普，那就等于是告诉大家说是被川普否决了。那这一否决就颜面无光了，颜面无光，他就不去了。不去了以后，这个难道不就羞辱了巴拉圭吗？对啊，因为不能过境就不去了。你不能过境纽约，你就不去巴拉圭，所以你的目的是过境，而不是巴拉圭。那你把巴拉圭当成什么东西？那你既然不把巴拉圭当成一个朋友，巴拉圭怎么可能会把你当朋友？所以对巴拉圭来讲的话，那我对你的关系就是对价的关系，你来给钱，上次这个陈水扁来给了5.5亿美元，然后现在你来看你要给多少钱，蔡英文来也给钱嘛，所以陈水扁来给钱都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哦。据说是陈水扁去的话是5.5亿美元哦，那很高的代价哦。我们台湾人就这样100多亿就没了，然后接着蔡英文给了，我们也不知道给多少钱，大家不说。那赖清德到时候那就看你巴拉圭要多少钱了。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是人类的冤大头，大家苦哈哈的拼命工作，缴了税，多缴税也不还给我们，这简直是岂有此理！还说我们爱钱，那是我的钱呢，我的钱我拿回来是天经地义哎，你还变成说我爱钱，真正爱钱的是你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民众讲得很露骨，他说。你们去搞光电，钱扑隆掉到海里面去，那是不是就被你们握到
那个荷包里面去。所以他的间接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适当把钱搞掉。那现在台湾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到现在没有公布。可是不要忘了，日本因为川普他们有说，越晚谈成的，那么代价越高。所以日本谈成的，它是5500亿，欧洲谈成的是6000亿美元，外贷7500亿的能源。那台湾现在还没有谈成，8月1号快到了，我们的代价是不是又要高于欧洲啊？对，这个很令人忧心哦。到现在这个牌都还没有掀开，的确很怕。除了关税之外，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是我们最怕的。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次赖清德想要过境美国，然后到巴拉圭去访问，他犯了战略，他这个失败啊，犯了3个战略错误。第一个，他一定要低调，还没有成型成案，他就敲锣打鼓，让大家都知道了。你让美国怎么办？我都还没讲，还没公告，你台湾先说了，他违反低调的战略原则嘛，这个很清楚嘛。这马上就破局，你这样的话，美国怎么想？你打脸美国啊？美国早就应该马上不高兴。第二个，我认为他把两岸气氛搞僵了，把两岸气氛一搞僵之后啊，很简单，中国大陆跟美国讲一下，你到纽约去，不要让他去纽约吧，让这个案子让他停止吧，很简单的事情嘛。他不跟两岸是搞僵，马上就要搞僵，中美关系，中国大陆跟美国就会有压力，一有压力之后，那还想过境美国吗？不过境迈阿密，过境纽约，过境洛杉矶，过境旧金山，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么简单。第二个战略错误，他就是把中国大陆这两岸的关系搞坏了。第三个，我认为他国政，因为赖清德的国政啊荒唐荒废，也搞得大罢免了，搞得这个人心沸沸扬扬，这个搞成这个样。那你这个国政的成绩单红单子交了不及格，搞得荒腔走板，你还想要说过境美国？美国一看你把这个把台湾弄成这个样子，当然就打脸了啦，不会让你过去了。那台湾。所以他这3个战略错误啊，我认为赖清德要来做检讨尤其是国政的荒废，让他在这方面呢交了红单，就是吃了红单子。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不妙。另外我们来看那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很多企业，川普还没去他就抢到，尤其波音公司抢了要去中国大陆，在那边想要卖飞机。的确，因为2个因素，第一个，中国大陆现在航空市场蓬勃发展之后，有很多的这个飞机不够。第二个，中国大陆C919啊，现在的量产速度很慢，那就要波音公司好像看的时候，赶快卖波音的飞机给中国大陆，包含载体的客机，包含广体的波音777、波音787，还有波音767，赶快卖给中国大陆，好赚一笔钱。这样的话，可以把法国的空中巴士给压住，是这个样子。所以波音公司的敏感度非常的高，抢在前面，赶快促成这一个商机，是没有错。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老师，大家好。另外是我们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到底我们的民进党或者执政者找出原因在哪里了吗？还是说还是在怪人民，在怪选民呢？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民进党的民代，还有其他我们看到的一些意见领袖提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曹兴诚第一时间就说了，这是因为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远大于想象，所以是怪什么？中共洗脑啊，我们台湾人都被洗脑了。好，另外呢，我们看到好多民进党的民代都说啊，蓝营的县市啊，因为普发现金。或者是说在立法院那1万块现金，哎呀，你们民众贪财啦，被收买了啦，被1万块给收买了。包括你看到现在好多图卡都来了，说超征普发现金啊，新北、桃园、台中要把这个钱都发给大家各种的这个几万块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些造谣，包括这些所谓超征这些事情呢，某种程度就是在怪人民嘛。说你这个投反罢就是被这些钱给收买了，所以执政者根本没有把选民放在眼里，嘴巴说民主，其实没有在尊重民意的啦。包括王义川就讲啦，他说我跟你说啦，台中人很爱钱，非常在乎钱。
你真的这是犯众怒。他在政论节目上面讲的哦，因为他过去做过台中市的交通局局长嘛，那现在是不分区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他说发1万这件事他觉得在台北没有发酵，可是台中全面发酵。他在说为什么台中这3位年轻的立法委员会过关，而且是高票过关，就是因为爱钱啦。你看台中人非常在意钱。他举例说，过去在林佳龙时代，因为市府取消老人健保补助，所以市长选举全面崩盘。那个时候他就是林佳龙的局长，这样子他得罪选民呢？你确定你要这样？网友就说了，你把台中人当塑胶吗？选书把台中人当战犯，让民进党从823、2026，我要让你输到2028，你要确定呢？我们台中人很悍呢。过去都说是摇摆州，一下蓝一下绿，我们是不蓝不绿，你现在怪我，左怪中共渗透，右怪台中人在乎钱，千错万错就不是你民进党的错，民进党都没错。我们来看看所谓普发1万块这件事情，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们是怎么看的？来听听看。咱遮辛苦人吼，咧艰苦人咧趁钱遮，真正我讲1000块就做迄落啊啦，莫讲迄1万块，拜托诶，对吧？你不拿，被人家拿去乱花了，真的啦。他说拿去补贴什么台电那个，对，补贴了，你真的有补贴吗？补贴了，这砰，石沉大海啊！你有看到吗？我觉得现在执政党都会贪，都会吃钱呐、然后所以我觉得不领。他们还是吃掉，所以我支持要发给民众。好，他真的不知道人间疾苦啊。好，这是这个台南人的心声哦。我看是全县市很多人，你去问问看，谁不要普发，谁不要钱？你发给我，我也要啊！不要的就放弃啊！我们来看哦，这个赖政府普发1万，垂死挣扎吗？因为。他们要把这个怪罪怪在这个普发1万块，仿佛他们就完全没有错了。包括你看到过去呢，蔡英文总统曾经讲过，台中人欠林佳龙一个道歉，就是上面大家看到的，包括把台中人当战犯。那时候我们看到林佳龙他选输了那段宜康也很会怪，记得吗？2016年那个时候，花莲市长蓝营当选，段宜康说：“我鄙视你们这些选民。”反正就是选民的错啊，你们脑子不好啦，你乱投票啦，他们都没有错那现在1万块到底要不要发？行政院说还在研议中那传说是不提复议啦，最好你不要再提了。那外界现在都在等是不是有可能所谓府院版你行政院会提案吗？会排复吗？柯建铭就说你乱讲一通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执政团队的想法是什么谣言满天飞。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大罢免花了多少钱，3.4亿这是一笔大钱，所以中选会要动用第2预备金其实第2预备金本来都是一些灾情，像是淹水啊、地震啊有灾情、天灾人祸才用，现在拿来大罢免用我们看到黄国昌在立法院踢爆全联制作军服，我们常常去买东西的那个 supermarket 全联有在做衣服吗？他问了我们的国防部部长，来看看顾立雄怎么回。全联有在做衣服吗？全联是成衣商吗？是纺织商吗？全联有在做衣服吗？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它是属于这一个经营这一个共售站，是在服装可能另外是一个案。No， 部长。你回去把标案的内容看清楚，全部都是衣服。那为什么绝标的金额比预算还要高？而且不是高一点从36亿膨胀到52亿，钱从哪边挪过来用的？因为第一次看到这个委员提出的这个金额，我想没有关系，回去书面回复我可以吗？是。好，全联的老板也是我们的国策顾问。好，来请教这个赖老师怎么看？刚刚看到那个全联，我觉得就跟这次汉光演习难怪有关系。因为汉光演习的时候说以全联作为一个供应站、补给站，然后作为演练的一个对象。那现在黄国昌爆料更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连接在一起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原来你参与这个国防部的汉光演习，原来你是有所图，你不是做成衣的。你过去也没有做过军服，我们知道军服有相当的规格，因为我们在军队服务过很长的时间了。例如说海军的军服是规格要很高的，因为怕
啊，例如说在战争的时候，那如果发生大火啊，因为战争有炮弹会烧到，所以那衣服是不能够有这个混棉的，它必须要纯棉的，要能够挥发掉的。也就是说，如果是粘在皮肤上的话，那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陆军你有没有想过，它是常常是要急行军的，所以它的布料要能够吸汗，要能够排汗，而且呢不能够说你一旦潮湿了以后，例如说汗流多，它就僵硬了，那都有相当高的一个规格。好，今天你委由一个非纺织商、专业的纺织商、非成衣商。然后你军方的这个规格，你到底这个全连懂不懂？有没有经验？能不能做？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发生过。那个时候做军袜，军袜做出来以后穿一次就穿了，也就是说指甲就穿过去了。那也是后来好几位将军被拔官。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行军的时候啊。我们通常那个袜子是要很耐磨的，不然的话，你一穿透的话，那部队根本走不动，走不了。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哎。我们也发生过钢盔啊，买了钢盔以后再试看它的这个防弹的一个情况，一打就穿透，那不得了啊！那等于是军人本来以为戴钢盔是安全的事，结果呢一打就穿进脑袋，这个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事情黄国昌还好，他有爆料。他查出来，我觉得这个要追究到底啊！因为如果说今天去参加汉光演习的目的是要拿到这样的一个决标书啊，拿到这样一个构案，我觉得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我们台湾不能够一直容许这种官商的一个纠结在里面。我不能说官商勾结，但是很明显的已经有关联了嘛。因为怎么会那么巧，他刚好参加这个汉光演习？我觉得这点要给大家说清楚了。顾立雄，你要了解状况很明显的，我刚看你的反应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状况。可是他30几亿这么大的金额，你国防部部长你没有看到决标书？哇，这个实在是，你这个部长你还是律师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你不知道这个案子呢？是2次的决标金额是52亿跟35亿哦，加起来的是金额高达87亿。这么大的钱你顾立雄你没看吗？你不知道吗？你没有批这个公文吗？这个公文这么大的金额，怎么会不是国防部长的决策权呢？的确，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大罢免所以这个时候黄国昌爆的这个料媒体也发现到了。我先讲，就是你决标金额比预算金额高，而且高出这么多，这里面的你应该做个解释。而且这是很大的一笔预算，国防部长怎么好像茫茫然不知道有这笔预算呢？而且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爆出来啊，几天前我就已经在网络上看到了，黄国昌已经先讲了。你这样子国防部。你们这些官员，你们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这个东西要接受质询呢，你们都不帮部长准备这些资料了。部长不知道，坦白讲，下属要负很大责任。但是你部长甚至3军统帅要概括承受了，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呢。结算的金额比预算的金额还高，而且高出这么多的钱，这里面有没有渎职的问题啊？有没有利益输送的问题啊？这要查得非常清楚。再讲现金的事我认为民进党自己输了，而且还不晓得怎么输，这个就是一种骄傲，就是一种傲慢你如果觉得说这个台中人非常的爱钱，好，那我就要请问一下啦，那你蔡英文为什么你在2023年也要发现金发了6000块？那是表示台湾人都很爱钱对不对？而且。爱钱有什么不对？对尤其对贫困的家庭，一个人就是1万块，贫困的家庭有时候人口反而很多，对，他家里有10几口了，就10几万呢，那他们未来几个月买菜的钱都有了。穷，那是你政府要检讨自己，为什么百姓这么介意这1万块？谁把经济搞这么差？你们执政了连续蔡英文就8年呢？你在进来上台已经1年多了，为什么百姓认为这1万块很大？要检讨的是政府，而且在讲那我请问你一下，新加坡这次要发消费券，
高达台币18000块钱，那是不是这个新加坡人也很爱钱？他们政府的检讨说我们超征了，我们税金多收，所以我们要还给他们。日本也在发这个所谓的消费券啊，南韩的消费券，日本也是发这个现金啊。是。那请问你，日本可以做，南韩可以做，新加坡可以做，到了台湾就不能做啊？蔡英文可以做，到了国民党提议要做，就变得不能做，是这样的？是政党的颜色吗？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次他们败了很重要的原因哦，百姓开始有点不安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警察国家？人家叫你绿共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知道有一天其实我是愤怒多于伤心啦。我看到一辆宣传车跑过去，是上面写罢免亲共立委某某某，亲共他们都这样宣传，这两个字很可怕。对啊，而且还讲说反共就是要支持罢免，然后把国民党的党徽放上去，这样子有没有法律的问题啊？对，这个有没有法律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要好好的去检讨了。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说，你要把国家带向什么地方？如果这个人亲共是因为什么原因亲共，那你要讲出来。他亲共情节严重的话，那你应该办他，而不是就写个亲共的立委啊。而且要有证据如果跟大陆来往，就算是亲共像傅昆萁他到过大陆访问，这如果算亲共的话，那去过大陆的人，蔡英文、陈水扁、赖清德，还有一大堆的立委，包括萧美琴。那我请问你要不要办他们？他们去大陆，那算不算亲共？然后最重要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境外的敌对势力，你如果跟他继续做生意，去年我们从中国大陆赚了我们的顺差，对中国大陆加香港的顺差刚好差不多700亿台币，700亿美金。那我要问一件事，他如果是个境外敌对势力，你怎么可以跟他做生意？这个叫资匪对啊，这叫通匪这才叫亲共所以今天民进党这些支持者们，你们要想清楚一件事，你们不要用2套标准去看待你们自己，跟来斗争国民党。你先告诉我什么叫亲共？你现在政府容许陆委会存在，容许海基会存在，那你就希望跟中国大陆要打交道嘛，要不然你海基会你干嘛任用一个董事长呢？对啊，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对交流。那我告诉你，那交流算不算亲共？对啊，算不算亲共？你要汉贼不两立啊！你如果讲得那么狠，那就完全跟中国大陆断绝所有的来往，他们不准来，这里也不准去。那我求你，为什么松山机场每天有这么多班次飞上海、飞什么成都，到处飞？那我求你，那这个松山机场是叫做亲共机场吗？通匪机场，对不对？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单纯，这世界有它的复杂面。美国跟苏联在最严重的时候几乎都要打仗。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准备要用核子弹打这个仗了。我请问你，在那个时候，苏联还有驻华府的大使馆存在。美国的总统那个甘乃迪的弟弟叫做罗伯·甘乃迪，是司法部的部长。他几乎每天跟俄国驻华府的大使都布莱宁天天在通话，天天在见面，而且白宫跟克里姆林宫之间还有所谓的热线。那我求你，那你就想说，既然都要打仗了，怎么还来往呢？而且呢，后来即使冷战大家敌对这么厉害，每一年美国国庆，那苏联一大堆大官要到美国大使馆去庆祝美国国庆，华府也一样邀请这个都布莱宁这些苏联大使，这个参加一些的活动，然后他们也到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里面去致贺他们。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我认为最重要，人类最高的道德是什么？和平。因为你没有和平，就没有一切。战争是人类最大的罪恶，这有很多的死亡在里头。所以我觉得维持两岸的和平，
是所有人都要遵循跟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2300万的人。如果这样做，这样的主张就叫亲共的话，那你先办一下吴钊燮旁边的机要秘书，他们是不是所谓的匪谍？那更要办了吧？那吴钊燮凭什么现在可以继续当国安会的秘书长？对啊，他是匪谍的老板，某种程度是这样。对啊，对，好来。我认为民进党大罢免大失败，他应该来虚心的认真来检讨，而不是他很专心的去甩锅，很专心的去怪选民，很专心的去怪中共的统战。他应该来检讨在哪里？到底民进党哪边的贪腐太严重，造成民众的反弹，民众这方面对民进党的不支持。然后民进党一向说谎说的太多了，那他应该虚心检讨，以后不要再说谎了，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应该认真的、很谦虚的、很谦卑去面对选民嘛，这才对嘛。他只会忽然搞甩锅，没有在检讨，823又要大败，一定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认为民进党在这一方面没有认真。今天这个全年他这个是开放式的契约，把这个国军的所有的军服通通拿过去，到底里面有多少的黑锅？有没有去认真检讨？连那个顾立雄当国防部长完全搞不清楚，在那个咨询台上面呢，这支支吾吾，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当什么部长呢？你这个当什么部长？你当部长你要很认真的啦，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那边讲不出来，上气不接下气。那这个样子，这怎么会有战力嘛？你这个头兵随将转呐，将帅无能会害死三军，要弄清楚嘛。要弄不清楚，当什么部长？当官很过瘾，但是负责任却没办法去担当。我认为啊，另外一个就是普发1万。我认为只要民进党政策对，我们去年2024年超收的这个那么多钱，5283亿台币，还有加上我们如果人员政策，你看看，如果人员政策再成功，我们每一年普发3万块钱都够。那5283亿的多少钱？想想看。我们从2022年到2024年补助的台电总共补助了4200多，他亏了4200多亿台币。人员政策如果成功，把这钱省下来，4200多亿加上超收的钱，每一年大家普发3万块，对这些尤其对这些乡下的老百姓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3万块钱啊，我们现在普发1万，民进党又有意见。我认为只要民进党不贪污，政策正确，普发3万没有问题的。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搞大罢免，把大罢免钱省下来给南部救灾，不是很好？南部都在水深火热，那屋顶都还是帆布在盖到。只要民进党政策不要错误，不要贪污，每一年全台湾2300万人普发3万，绝对没问题。对，你看，像将军你是台南人，台南现在好多屋顶都还是帆布，对，然后现在雨又下来，好多地方淹水哦。如果这些大罢免的前3.6亿可以投在那里，多好啊！第二预备金都被动用了。